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为什么你不能驾驭人，而是被人驾驭呢？为什么大部分的穷人都是躺在食物链的底层，任凭我们鱼肉呢？我们想要在水里面游泳，我们就要把水性搞清楚；我们想要骑马，我们就要把马性搞清楚，对吧？大家都懂得废话，但大部分的人就是没有想过，今天你想要在这人类组成的社会混，你想要从人家的口袋把钱弄到自己的口袋，那你是不是就得去弄清楚人性啊？在动物的世界里面，一共分为两种动物，第一种叫做肉食动物，就是吃肉的；另一种就是素食动物，就是吃菜的。而区别它们的方法呢，也非常简单。那种比较有攻击性的、比较凶猛的、比较狠的肉食动物，像这狮子啊、老虎啊，还有狼，凡是这些动物呢，它们的眼睛都是长在前面的；而那些吃素的、吃草的，比如说牛、马还有羊，它们的眼睛都不是长在前面的，而是长在两边的。为什么？肉食动物的眼睛之所以长在前面，就是因为这能够让它们的视野的范围比较聚焦，比较窄一点，目的就是帮助它们更准确的去攻击猎物。大家能听明白吗？你两个眼睛长在前面，你聚焦一看，有个兔子，那冲上去就直接可以把这个兔子给咬了。而素食的动物的眼睛长在两边呢，它们看到的范围就比较广一点。这样的设计不是为了让它们更方便的猎食，而是让它们360度的去观察四周，到底有没有肉食性的动物在接近它。所以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吃肉的有攻击的优势，吃草的有防御的优势。吃草的被吃肉的吃了就会死了，相反吃肉的吃不到吃草的也会死。所以大自然只有4个字：弱肉强食。那你有没有发现，虽然我们人又吃肉又吃草，但我们的眼睛跟虎狼都是一样的，长在前面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天性本来就具有攻击性的这种狩猎能力。在17时代，女人是怎么挑选男人的？就是谁比较强壮，谁打架比较牛，谁能够把其他人弄死，那么谁就会拥有女人，而且不止一个，大部分的女人都可以是他的。因为在那个资源非常稀缺的世界呢，只有强壮的男人才会有食物资源，才会有生存的能力，这样才配得上女人为他繁殖。所以我们的基因能够流传下来，都是经过竞争的筛选的。而当今这文明的社会，如何才能生存下去呢？不靠武力了，靠的是钱，对吧？我们都活在一个营销的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每个人都是被营销的对象。营销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以广告描述的方式去消费、去生活，甚至产生欲望，体会到满足。这是一场无形的战争，而我们营销者、企业家、资本家就是要想方设法的让消费者去购买更多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所以我们是猎食者，而千千万万的大众，他们也试图以最低的代价去享受我们的商品和服务，像是免费体验、试用、折扣还有回赠等等，让我们大出血。但这些都是无所谓的，因为这场战争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我们吃肉的。不过吃肉里面只能剩下少数的人，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会毫无保留的去激活想要当狼当老虎的人，而不是等待被猎杀的羊群。对初次接触的人呢，可能会感觉到很不舒服，没有人会愿意公开这些，因为很得罪人啊。但没有办法，商业就是这么赤裸裸，甚至惊心动魄的。所以希望懂我是真心分享的兄弟姐妹可以点赞为我撑腰啊。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你必须要开悟，我们人性血液里面流的是什么？假如现在有个笼子，里面关着一个人、一头牛和一只老虎，你觉得里面谁会第一个被牺牲掉呢？你会发现人是里面最脆弱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在整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我们人类却是整个食物链当中最牛的、最顶端的呢？说句不好听的，我们随时都可以把老虎和牛弄到绝种都可以啊，对吧？我们甚至还可以把这些猛兽关起来拿去玩、拿去欣赏，靠它们去赚钱啊。很多地方的动物园呢都有一个表演，我小时候自己就亲眼见过，就是说我们可以花点钱，然后买一只活鸡，那动物园呢就会拿一个绳子，把它们绑在一根很长的竹竿上面，之后就会把这竹竿递给我们，让我们把鸡伸进去老虎的笼子里面。那老虎一看见这只鸡，它的兽性就会燃起，兴奋的不得了，马上就会冲上去，狼吞虎咽的吃饱了一顿美食。而你知道吗？这种血腥残忍的场面，最爽最过瘾的，觉得最紧张刺激好玩的，竟然是我们人类。
所以你看见了吗？人性本来就有兽性在里面，而且我们人性比兽性更狠。这时候有人就会不认同了，因为心地善良的人还是很多的，很多人还是会要求动物园停止这样的活动，要遵守人道主义，对吧？但问题又来了，其实我们稍微动动脑筋就知道，就算动物园停止了这样的活动，难道里面的老虎就会吃草，就会吃狗粮吗？难道老虎从此以后就不再吃肉了吗？不可能嘛，这都是想象当中的，没有意思啊。它该吃什么还是吃什么嘛，对吧？你只是不想看到这件事发生而已。但问题是我们无法改变老虎的基因啊，它不吃肉，它就要灭种啊。你接受不了也得接受，因为这是大自然的法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嘛。之所以觉得这件事很残忍，是因为你不但亲眼看见了血肉横飞的场面，还亲手把活鸡送进老虎的嘴里面，这就是人性。当你走进麦当劳、肯德基的时候，当你大块大块的吃这鸡肉的时候，当你喝你母亲准备的鸡汤的时候，当你吃完以后还嘴巴一擦，感觉好幸福的时候，你有思考过本质上你跟老虎有什么区别吗？当你拿动物园被吃掉的鸡的数量和肯德基做对比的话，这不是搞笑吗？能比吗？肯德基一年屠杀的鸡要用1做单位啊，难道我们就不比老虎更残忍和血腥多了吗？那有的人又可能说，我们人类杀鸡很温柔的，慢慢的杀的，安乐死的，没有老虎那么凶猛。那你有问过那只鸡死的安乐吗？不都也就是在死吗？记着，我不是要去否定这种善良的行为，但其实当一个人他自己都在吃鸡的时候，这种只是自我安慰的伪善罢了。最可悲的是，这些人还不自知，只看到阳面，看不到阴面。而我们人要赚钱，你就要意识到市场的竞争跟大自然是一样的，都是充满血腥和残忍的。你看见金字塔顶部的人，他们就算如何善良，但说白了，也一定是用其他人的鲜血来交换的。商场如战场，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我们创业的人一上到战场，本来就是要赚钱的。任何一个生命想要活着，都必须要经过适者生存的这种丑恶淘汰的过程。今天一个升职的机会放在你跟你的同事前面，你干不过他，他就会成为你的上司，你还不是一样凶猛吗？所以记着，大自然告诉我们，一物活就得一物死，而我们创业的人只是玩比较高级的游戏，因为屠杀消费者的人都不可能会活下来，因为你提供不了价值。而真正能混起来的企业家，都是跟客户双赢，带着客户一起赚钱，最后拿利润去养活下面的员工，所以才会有人类金字塔的结构。我们跟我们的客户只会在金字塔的上面，而打工的人就算怎么玩办公室的政治，怎么上位，都只会在我们下面啊。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就是命运，他注定一辈子被人踩在底下，一辈子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最可怕的是钱还不够用，别说生小孩没资格了，就连买房买车都是奢求。当你有想过吗？其实在上层的人，我们的智商不一定比你高，因为钱都是手下的人帮我们赚的，而我们赢就赢在我们还保留了人心里面的兽性。我们不但不会被头脑限制住，想要吃就是吃，想要创业就是创业。尤其在当今这个互联网的世界，我的弟子用了我的系统，只需要坐在电脑前面就可以从零开始干，从一无所有建立起一个7位数美金的吸钱机器。就算我们准备去日本旅游，我们的钱包都会在自动的收钱，不需要看人家的脸色，不需要有启动资金。而我把这一切都总结在我一个培训里面。如果你是我们的同路人，想要摆脱金字塔底部的无限循环，现在我开放了最后500名免费的机会，你可以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啊。好了，其实再说的赤裸一点，所谓双赢只是强者跟强者之间的合作，到最后还是会有输的人的，就是弱者。比如说我们人类跟牛还有老虎待在一起，我们人想要活着，就得去想办法变成强者，制造弓箭，发明武器，有自保和猎杀的能力，对吧？而所谓的双赢，就是我们跟老虎合作，干死这头牛，然后再平分这头牛。印第安人他们的打猎有一种双赢的打猎法，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专门不杀那些年轻的动物，跟他们和平发展，他们只杀那些老的。为什么？因为年轻的难抓嘛，他们会挣扎嘛。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让这些年轻的动物长大以后，去多生一些小的动物，这样就可以方便他们的子孙后代有肉吃了。如果把他们全部杀得干干净净的，
都不去生小动物了，那我们还是什么，对吧？也就是说，到最后牺牲的还是弱者，双赢只会是强者赢，不是你弱者赢啊，听懂了吗？今天你的客户赚不到钱，那你的钱从哪里来？今天你下面有100人的团队，每个人都买房买车，那你自己又怎么可能会穷呢？你只会更有钱，对吧？今天我们供应链的商家活不了了，我们在同一条链上，那我们也很难活的。所以我们当老板的思维就是要把身边的客户和跟着我们混的人养肥，而牺牲的就是那些弱者。当我们在面对外部的敌人还有竞争对手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生存的法则，只有2个字，就是输赢。所以富人跟穷人呢，永远都是对立的，因为我们只会想办法越来越富，而穷人只能防守，想办法跟我们对着干。那这是无所谓的，大自然就是这样嘛。只不过其实很多强者兄弟姐妹，他们都不自觉地跟弱者站在了一起，因为他们也被顶层的人征服了。以前我读书在打工的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能力很强的经理，事情做得特别漂亮。有一天呢，这个经理就跟我说他要去创业了，但是老板说他离开了公司就没有办法正常运转，请他在办公司2年，然后他就在公司里面继续的做。而我离开这家公司自己创业已经几年的时候呢，有一次我问我的另外一个相互认识的朋友，那位想要创业的经理还在那个公司里面吗？答案是的，他还在那个公司，想要走却走不掉啊。那这些人呢，都是人脑比兽性发达，结果导致了自己一事无成，美好的事物都给别人享受了，他们被头脑的仁义道德框住了。再比如在追求女朋友这件事，如果2个好的朋友都喜欢同一个女人，弱者总是会先推出，他又会讲一堆话，兄弟感情很重要了，不能重色轻友了，他要成全自己的高尚情节，最终就让别人得手。其实别人根本没有把他当回事，就算你那个朋友追到那个女人，他们成为一对了，他们2个也不会说是因为你的成全他们才走到一起的，这件事压根就跟你没有关系。而这些人呢，就是被传统学校教了仁义道德洗脑了，把自己人性血液里面的兽性都洗掉了。古代帝皇推崇儒家的思维，但你知道吗？帝皇他们学的那一套儒家跟你民间学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认为最重要的，《论语》开篇就来一句这样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普通人理解就是说，有朋友远道而来，不是也很愉悦吗？而帝皇他们就是把这朋字研究到极致，因为这个字才是关键啊，搞懂才能理解这句话，否则你只会以为跟那些很远的朋友聚会就会感到很愉悦。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搞懂谁是自己的朋友，谁是自己的敌人，这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搞不懂呢，糊里糊涂的过了好多年，最终就会一事无成。不是从远方来的都是你的朋友啊，有些人是给你带来灾难的。一般人是不能分清楚谁是带来灾难的人。比如说酒肉朋友，你跟这些人喝酒看似很快乐，实则就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和金钱，一无所获，甚至还染上一些坏的毛病。我之所以这么深刻，就是以前我认识一个老板，他有几家公司，家大业大的。这老板呢，喜欢广交朋友，然后在 KTV 里面认识了一帮社会上的混混，这帮人就教唆他吸一口违禁品，说是只是吸一口没关系的，就一口而已。那这老板呢，在很多朋友的起哄之下，就吸了那么一口，而结果就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自己晚上就偷偷跑出去吸违禁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然后也还是跟这帮朋友混得如胶似漆的，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自己的家业也都毁了。那最后便宜了谁啊？就是这些朋友啊。所以吃肉的也是可以被另一个吃肉的干死。大家搞清楚，这朋字是志同道合的意思，这个人跟你是志向一样的，你当然就会开心啊。但有些人打着志同道合的幌子不做事，这也是一种消耗，本质上也不是朋友。比如说我刚创业的时候，交往了一个合伙人，这个人呢，我提出任何项目他都支持，我提出的看法他都支持，我想要发财他也想要发财，这看起来就是志同道合了吧？但是这人不做事啊，天天就对着电脑发呆，也不找客户，也没什么能力，他自己连饭钱都赚不回来，但我赚回来的钱要分他一半。后来我自己干了之后呢，他还找我借钱，所以我才意识到，没有作为和能力的人呢，不能交朋友，也不能跟他交朋友。我们要团结的是那些对我们有用的人。
那些正能量的人，而那些负能量的人、无用的人呢，就滚到一边去吧。交朋友也是要聚焦的。显然，真正聪明的人都知道，钱才是我们的朋友，好的书籍才是我们的朋友。而我们做企业的人的朋友是谁呢？当然就是那些富人，那些能够买得起我们产品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客户。当你真正能分清楚谁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就不会对朋友冷漠，或者做损害朋友的事情了。你应该回馈的是你真正的朋友，而不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人，甚至是给你带来真正损失的人。这损失包括金钱、时间、精力，还有情感啊。我认识一个很有钱的人，他经常找我聊天，也不做事业，原因就是他爸的公司很大。那么这种人我也不会跟他当朋友的，因为他只会消耗我的时间，对我的事业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他喜欢玩的东西，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不会为了讨好一个有钱人而去浪费我的时间。这种富人其实也没有必要去交往，因为当他把我所有的价值都吸干净了之后呢，也会远离我的。与其跟这种人交往，倒不如跟孔子的思想交往做朋友。看看《论语》，因为这书就是用来操控人性的。当然，我们也要去控制人性里面的兽性，不能搞得太厉害，然后犯法了。但我们也要去运用自己的兽性。因为绝大多数的人被别人教仁义道德教的太多了，长大以后连基本的捕兽的兽性都没有了，特别是那种赚不到钱的人。我以前跟几个大学同学出去玩，其中一个同学去问路，那本来有一个美女离他很近，但他不去问，却去问那个离他很远的男生，这就是典型的人脑期的作用，而没有激发的兽性。他说，我直接上去问美女，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是色狼啊？其实我们反过来想，你为什么就不为自己创造一次跟美女接触的机会呢？这人我现在就没有联络了，因为我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前途。其实在每一个强者的潜意识里面都是热爱竞争的，比如说雅虎的杨致远跟这个比尔盖茨，他们两个人就不约而同的说一句话，我们不喜欢输的感觉，我们就喜欢在那种竞争当中赢得胜利。你听这句话的时候呢，是不是觉得这种口气有点狂妄自大呢？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讲出了每一个世界富豪的心声了。真正在这个世界上面有钱的人呢，说实话都是这种心态的。这社会混不好的人，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洗脑，去压制天生就拥有的这种兽性。我们出来创业去找生意，被人家拒绝怎么办呢？只有弱者才会去思考这种问题。一个拥有兽性的动物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的。今天一头羊在我们狼的嘴巴里面逃脱了，我们狼会怎么办？换下一头啊，等待下一个时机啊，继续干它啊，难道就不吃饭吗？我大学收入特别低的同学，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创业，或者先去学习干销售，他们就说我不好意思开口向客户推荐产品。但我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就是他们没钱用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问别人借钱，这时候他们就挺好意思开口的。我告诉他们，平时在工作上班的时候，教他们给顾客开口，谈谈真正的要钱。他说他不好意思，等到月底钱用完了之后呢，他就给同事开口，叫别人借点钱给他们用吧。而且他们不仅问别人借钱，有些人赚不到钱还不了，他就好意思拖着，甚至没想要过要还。当然这些人我已经没有联络了，但我想要告诉大家，这些没有竞争、没有兽性、不去追求、不去猎杀的人，即使在社会上可以生活，就已经是觉得挺恶心的，对吧？你又不是没有能力，但就是不愿意去干了。而我们发现在这个动物世界，它不是这样子的。在动物世界里面很简单，饿了就吃，对吧？到了该交配的时候就交配吧，有什么不好意思呢？你看那个鲨鱼一闻到血腥味，马上就冲过来，把活的东西一口咬下去，对吧？它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所以绝大多数的穷人都是因为4个字，叫做不好意思。而动物的思想很简单了，只要是他们想要的东西，除了有生命威胁以外，他们都会去争取的，会拼了命去争取的。所以贱的人多了，我总结出来一个现象，很多美女都跟着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混社会的渣子在一起。成功的老板基本不是什么研究生、博士生，我见过太多低学历的人成为老板，因为这些人想要什么就直接就干了，不会不好意思。如果你在事业上或者情场上有些失败，没有用尽全力，你大概可以去想想，是不是你被头脑限制了？如果是，那就非常有必要释放你的兽性出来，推动你。当老板当得好的，营销做好的人呢，通常有一种猎杀本性，想吃就吃，想要就要，想要开除一个人就开除一个人。
卖东西从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赚别人的钱就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和犹豫。纠结和犹豫是最浪费时间跟机会的。其实人类社会实际上就是动物世界。为什么羊会被狼吃啊？狼捉住了羊，羊说：“狼先生，可不可以不吃我啊？我好可怜啊。”或者说：“我家里面还有3个小羊，我不回去，它们都会饿死的。”或者说：“你可以去吃牛啊，吃老虎啊，吃鱼啊，为什么要吃我啊？”又或者说：“狼，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吃草呢？我们和平相处嘛。”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狼还是一定会吃羊的。答案很简单，狼吃不了草，狼打不过老虎，抓不到鱼，狼把羊放回去，自己就要饿死。这就是强者跟弱者本质上的区别。凡是找借口、不理解的，都是弱者的性格，他们的生活不管怎么样，都过得不好。凡是不找借口、接受这种自然规律的人呢，他们脑袋里面只有目的，那都是强者。而就算这种人现在生活的条件很差，但他们也会迅速的发家致富的。做老板的没有目的性，或者目的性不强，就不适合出来当领头人。那你选择做哪一类人呢？其实在 YouTube 上做自媒体最赚钱的就是那些几岁的小孩，因为他们纯粹不会想那么多，他们只是把玩玩具、打游戏最开心的时刻拍成影片，就赚到了过亿美金的收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全世界流量最多的平台赚钱啊。今天你在纽约时代广场开一家类似 LV 的店，你没有几百万美金都进不去的。而在互联网上，我们的客户是来自全世界的，而且是不需要租金的情况下，我们就算混得差一点，智力正常的话，是不是赚个10万、100万都是很合理啊？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我们不需要一个店员，也不需要先囤货，但只要你打通了任督二脉，找到了做互联网生意的规律，你的客户就好像滚雪球一样，福利式的变得越来越多，而且他们还会主动的付钱给我们。那这样的事业是不是你想要的呢？我自己是从一个商人过渡到一个 YouTuber，1年多就拥有30多万的订阅，我甚至不露脸，也能够让大家去感受我的能量和人格魅力。那么这些是有系统的，是有公式的，创业是很科学的，是可以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只要你能融会贯通。如果你想不到做什么，不知道怎么选题，自己也没有任何兴趣，也不能剪辑，也不懂怎么写文案，以及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创业、营销、管理等等的东西，你只有一腔的热血和决心，你一定要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因为我会在里面永久的手把手的把我创业道理术以及整套系统完全传授给你。就算你跟以前的我一样一无所有，那你愿意给自己一个尝试创业的机会，愿意相信我创业的专业，以及看好 YouTube 这个平台长远的发展，我认为目前这个就是适合每一个人创业的机会。当你在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的大家庭，我现在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会籍，你不但可以听我们团队拆解100本书去提升自己，我们还会在里面不定期的去讲一些课程，包括了地黄术、销售等等。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几千人的 Facebook 富人精英群组，大家会在里面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认识的抱团。我希望可以带着志同道合的兄弟姐妹一起走创业这条路。记着，人类的眼睛呢是长在前面的，我们也完全拥有着动物的兽性，当然我们也要有道德，不要去犯法，而我们去猎取食物，在市场上生存，在这个商战当中赚钱。我们玩的手段和方法也肯定不会像动物那么单一嘛。见到食物就去抢，肯定不会，因为我们会透过学习、看书去提升自己的层次和水平。而如果你在事业上或者情场上面，你要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全力以赴的话，那么我会认为你是后天学习了太多没用的东西了，被一些框架堵塞了你的兽性，让你本来的兽性无法跑出来了。而人呢，最重要还是要学会跟自己做朋友。比如我们创业开始是没有人理解的，以前的电商，其实很多电商人赚钱很厉害，但是没有人理解，相反，嘲讽、批评、谩骂、怀疑的人就很多。那么我们就要自己耐得住寂寞，自己天天努力的奋斗，有了成果，能买车买房、娶妻生子的时候，我们只会会心一笑。而现在做自媒体的人，也有很多人不理解，但其实也无所谓的，我们自己耐得住寂寞，所以我们的收入也是那些不理解的人不能理解的。我们创业的人都会有一种猎杀的霸气，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不犯法，我们就没有顾忌。我们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女人，也不会不好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实际的生命危险，你一定要像一只野兽一样
坦然的去争取你想要的。各位记住了吗？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礼拜不见不散，拜。